皮带输送线是干嘛用的啊？这个问题好像很白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很多人你不一定能想清楚。有人说皮带输送线不就是输送嘛，对吧？把一个物体啊从 A 给它输送到 B 就 OK 了。可是你要知道啊，你为什么要输送？咱们把一个物体从 A 放到 B 有很多种方法，不光是输送，你包括用手爪去抓取搬运也是可以的。有人想，这不是很白痴的问题吗？那肯定是距离远的输送，对不对？距离近的咱们用手爪搬运。可是你知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呢？如果咱们把一个物体从 A 用这种机械手爪抓取放到 B，那么相比于咱们的输送线差在哪儿呢？差在节拍效率上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个含义。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话啊，你现在肯定是不具备一个项目方案的能力，你只是按照人家做好的这个方案在出图而已。为什么说皮带输送线的这个效率高？不是说它输送的快，它输送的不见得比你手爪快多少，关键是皮带输送线它的连续性好，对吧？它一个接一个就是挨着去送。但是如果你用手爪去搬运呢，同样从 A 搬运到 B， 你呢可能要使一根模组啊，这个模组呢还挺长的，然后呢上面有一个手爪。对吧？这是个手爪，然后它去回，那这样的话，你搬运一个物体的时候，咱们输送线可能7、8个都送不上，在节拍上呢差了很多。所以说用手爪搬运，它就不适合节拍快啊、距离长的这种场合，对吧？当然手爪也不是没有用啊，我们应该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，比如说咱们要把 A 抓取放到 B， 这个距离有很长，比如说10米、8米的。有人说手爪不行，用皮带输送线行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物料过渡到皮带输送线是怎么实现的呢？哎，这时候我们怎么样？可以在这儿搞一段料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咱们用手爪一个个去搬运，搬到输送线上，这样送一个就 OK 了。然后给它从 A 送到 B 位置就 OK 了。所以有的老铁粉丝问我啊，什么是设计思路啊？这个设计思路怎么来的？首先就是你对一个项目的全局观啊，这个全局观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节拍。你没有这个概念，你设计出来的那个东西它就卡节拍，卡在哪儿你都不知道。咱们是先有思路，有思路了以后啊，哪个位置什么动作，抓取还是输送，我就清楚了。清楚了以后把它落实到结构上。对吧？哎，需要你会去设计这个层面呢，才需要咱们所谓的经验。就说你设计的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它好不好装配，好不好加工啊？有些比较难以解决的这些设计细节，你能不能解决掉啊？这是经验啊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你出图是否这个系统是否规范？你每一个零件啊，从这个零件的命名开始啊，咱们有一个规则，对吧？那么到这个写属性的时候，我可以非常的高效给它填写进去，最后出报模一键生成，不需要任何的重复性工作。这一套下来呢，哎，整个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体系。感谢大家关注。